以长白山天池为界，45%归中国所有，剩下的55%则让给朝鲜。在中朝边境谈判里，中国主动给出了这样的建议，而朝鲜自然是欣然接受。自此，中朝边界算是彻底划定，但疑虑也随之而来。其实，在中国主动提出让出长白山部分土地这个看似反常的举动背后，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深意。对于周恩来而言，1962年的朝鲜之行必定是一趟艰难的旅程。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划定中国与朝鲜的边界。而在两国的边境交涉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长白山究竟该属于谁？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便都能迎刃而解。按理来说，长白山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本该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详细向朝鲜阐述原因，彻底收回长白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恩来宣布中国将在长白山的归属问题上做出让步，与朝鲜共享长白山。随后，中国主动提出了划定边界的方案，以长白山天池为界限，划定国界线。其中，长白山天池的45%归中国所有，剩下的55%则让给朝鲜。从这个方案来看，中国可谓是诚意十足，真心想要解决问题。朝鲜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朝鲜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两国正式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这场耗时多年的谈判宣告结束。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向来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为何偏偏这次愿意放低姿态，将长白山天池的一半让给朝鲜呢？实际上，在清朝以前，长白山根本不存在着归属问题，是铁板钉钉的中国领土。到了康熙年间，朝鲜与清朝围绕长白山展开了一次交锋，谈起这场交锋，就必须说到满族人的来处。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族发迹于关外，拥有着自己的独特信仰。在满族皇帝看来，长白山是不折不扣的发祥圣地，历代皇帝都对长白山格外重视，尤其是康熙帝。1677年4月，康熙下令派遣一批官员奔赴长白山，勘测边境，记录详情。而在这一次勘探的过程里，清朝官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李氏朝鲜的流民常常非法越界，潜入长白山。康熙得知后大怒，在他看来，祖宗的圣地不容玷污，因此康熙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重新测定边界，绘制一张标准地图，再一次明确长白山的归属。必要时，康熙甚至准备封锁长白山，严禁朝鲜人进入。为了完成康熙所布置的任务，清朝官员纷纷出发，多次巡视鸭绿江与图们江的上游交界地带。几年后，康熙下令命几名传教士从北京出发，前往吉林，绘制一份黄鱼全览图。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朝鲜的强烈反对，当地人不允许传教士们进入长白山深处，绘图进度就此耽搁。但很快，朝鲜便放弃了阻拦。朝鲜认怂的原因非常简单，彼时清朝国力强盛，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不过是清朝的附庸而已。就这样，中朝边境第一次正式确定。按照这一次测量结果，长白山天池全部归清朝所有。清朝将在天池以南10多里的地方设立界碑，界碑的另一端就是朝鲜。而这张地图彻底奠定了长白山在中朝边界划分里的核心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结果，朝鲜必定是不服气。原来，在朝鲜看来，长白山也是他们的文化圣地。他们认为，朝鲜半岛的山山水水全部由长白山发源，没有长白山便不会有朝鲜。因此，朝鲜始终在等一个机会。到了清朝末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光绪年间，大清国力衰微，已是强弩之末，朝鲜人抓住时机，前往长白山天池附近安营扎寨，不仅在这里建造房屋，还聚居生活，试图利用人口占领土地。彼时，清朝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朝鲜偷偷摸摸的行为，相当于默许了这种存在。更令人感到唏嘘的是，日本的入侵让大清与朝鲜双双陷入了深渊。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清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从法理上来说，朝鲜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不需要再臣服于清朝，转而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随后，在日本的怂恿下，朝鲜越发肆无忌惮，大批朝鲜民众涌向长白山附近定居。在这一时期，朝鲜成为了长白山的实际管理者。但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就算想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神州大地上战火蔓延，处处危机四伏。直到二战以后，日本的战败引爆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长白山也牵涉其中。日本战败后，所有涉及领土的条约都被判定为非法，包括日本对长白山的侵占。与此同时，朝鲜也摆脱了日本殖民地的身份。没过多久，新中国也宣告成立。对于中朝两国而言，这本是解决长白山问题的最好时机。但天不遂人愿，在新中国成立的第2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半岛局势堪忧。
于是解决长白山问题的时间一再推迟，直到1962年，双方才有机会坐下来好好商量对策。那么历经数年等待后，中国为何不将长白山全部收回呢？其实这是中国以退为进的深谋远虑。中国之所以甘愿让出一半长白山，主要有2方面的考量。一来，中国有着大国担当，充分理解了朝鲜人民的情感，选择尊重朝鲜人民的意愿。尽管朝鲜与清朝曾有过诸多纷争，但是朝鲜与新中国的关系可谓是相当密切。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与朝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中国看来，朝鲜是朋友，是伙伴，更是过命的兄弟。因此，对于朝鲜诚恳的要求，中国不得不仔细考虑。朝鲜认为，长白山现在不仅仅是朝鲜文化的发祥地，更与朝鲜的革命领袖金日成息息相关，也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圣地。原来，金日成正是在长白山附近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随后一步步成为了朝鲜的领袖，带领朝鲜走向了独立与富强。而这一点，中国完全能够理解朝鲜。中国深知，对朝鲜民众而言，长白山的确有着特殊的含义，这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沉淀，并不会随着边境线的划定而就此消失。更何况，朝鲜曾与中国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人的性格，一般不会将事情做绝。最重要的是，朝鲜的态度的确相当诚恳，堪称句句肺腑。另一方面，让出一半长白山，从长远来看，的确有利于中国。尽管中朝两国关系密切，但国与国的交往毕竟更加复杂，局势瞬息万变，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敌人与朋友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认识的极为清醒透彻，并没有感情用事，盲目答应朝鲜的请求。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中国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决定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并不算友好，美国也好，苏联也罢，这2个超级大国多多少少都与中国有一些摩擦。美国延续了外交封锁战略，仍然试图孤立中国，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发展。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则变得十分微妙，像一颗颇具危险的定时炸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为自己做打算，以免落入绝境。对中国而言，争取周边国家的支持成为了外交的首要任务。而朝鲜恰恰就是中国最有希望争取的对象。朝鲜地理位置特殊，直接与中国接壤，就算得不到朝鲜的力挺，那中国至少也可以保证朝鲜不会落井下石，趁乱捅中国一刀。中国想要发展，就必须得养精蓄锐，为未来筹谋。因此，中国让出的那一半长白山，并不是在向朝鲜示弱，也并非不在乎自己的领土，而是为了长远谋划。只有稳定边境，与朝鲜建立友好互惠的关系，中国才能免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发展之中。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另外，就经济成本而言，死死守住长白山也不太具有性价比。长白山天池附近聚集了大量朝鲜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倘若中国不愿意将这一半让给朝鲜，那么划定边界后，中国势必要想办法安置这批人，这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边境的不安定因素，对中国怀恨在心，反而得不偿失。相反，若是尽快解决了边界问题，不仅能够稳定中朝的政治关系，还能让长白山迅速进入开发阶段。既然长白山地处中朝边境，那么开发与利用势必离不开两国的共同努力。如果两国结下仇怨，那么长白山开发便会停滞，最后谁也得不到好处。几十年过去，中朝两国关系友好，长白山的各项产业也迅猛发展。事实证明，关于长白山的决定折射了中国长远的政治智慧。明明离中国更近，为什么要把地盘让给朝鲜呢？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与中国比较要好的邻居，虽然过去曾经有过一些磕碰，但总体上两国关系还算不错。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中国通过各种形式给朝鲜这位穷哥们儿施以援助，甚至在划界问题上，中国也给了朝鲜适当的包容。而这也使得不少人过去曾产生过质疑：中国为朝鲜做的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显然，如今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1962年，中朝两国签订划界协议，2年后，双方经过谈判正式推出边界议定书。自此，中国与朝鲜两国的边界彻底得到确认。而正是在这份议定书当中，不仅长白山天池的一部分被划给了朝鲜，而且靠近鸭绿江出海口处的绸缎岛与新岛也被纳入到了朝鲜的版图当中。对此，有很多人都感到不太理解。毕竟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两岛之一的绸缎岛距离中国最近只有不到 0.14 公里，到朝鲜则为 2.87 公里，差距超过了20倍。怎么到最后反而是中国让步了呢？
想要弄清楚这一点，首先还要从中朝两国的边界历史开始说起。在很久之前，朝鲜半岛的北部曾是中国领土，而我们所熟知的鸭绿江在那时也是中国的内河。李唐时期，高句丽灭亡，随即唐朝便接受了高句丽故地的所有领土，并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进行管辖。然而，为了满足自己扩张领土的野心，公元670年，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国以唐朝擅取百济土地移民而与唐朝失和，继而向大唐宣战。虽然经过4年的战争，唐朝大获全胜，新罗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但毕竟彼时唐朝自身的局势也不太稳定，且其他方向上唐朝面临的压力也日益递增。最终在综合考虑之下，上元3年即676年，唐高宗宣布唐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这才暂时停息了争端。开元23年即公元735年，或许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唐罗关系日益密切。随即唐玄宗下令向新罗国自土，将今天大同江以南的一部分地方赏赐给了新罗。关于这次刺土的具体原因，史书并没有明确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并不是唐罗矛盾的结果，更非新罗通过武力进行的索取，其核心原因是两国在渤海拥有共同利益诉求，所以这恰恰证明了唐罗之间的友谊。换而言之，让地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软弱退让，还可能是一种战略上的交换。唐朝灭亡以后，后来的辽明两朝也都发生过刺土，这里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半岛历代政权都信奉士大外交路线，一心与中原政权建立良好的宗藩关系。另外一部分则是朝鲜半岛始终不是中国对外的首要目标。宋辽时期，双方争斗本就频频，对外经历就严重不足，而明朝则需要时刻提防北边的瓦剌和鞑靼。因此客观来讲，赐土与其说是赏赐，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交易。到了15世纪中期，朝鲜的版图基本定型，鸭绿江与图们江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正式成为了中朝两国划分边界的重要参照。虽然在后来两国之间的争议并不少，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这个框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需要得到朝鲜的支持，因此在讨论边界问题的时候，自然要以大局为主。当然，这里的大局也必然不是没有底线的退让，而是尽可能的要尊重历史事实。例如日本侵略时期胁迫朝鲜签订的尖岛协定，就在双方一致同意下被废除。至于绸缎岛与新岛问题，那就更是一种误解了。虽然我们现在在地图上看到这两座岛屿距离中国更近，但实际上这却是板块运动的结果。根据史料地图显示，在清朝大概1885年的时候，绸缎岛是并不存在的，而新岛更是位于靠近朝鲜的那一侧。直到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新岛西侧的航道被堵塞，这才形成了绸缎岛。因此虽然从现在的地图来看，这两座岛屿距离中国更近，但这却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情况。况且新岛过去一直属于朝鲜，上面还有朝鲜民众长期居住，所以与其跟朝鲜进行纠缠，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来得更好。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做法效果确实不错。在上世纪后半叶，中朝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功典范。中朝边界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那么是不是可以复刻到和其他国家的边界谈判当中呢？就像现在的印度，中国能不能做出一些主动退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样的观念完全是在混淆视听。中朝与中印边界问题压根不是一码事。说白了，中国在面对朝鲜进行边界谈判时，有历史、民众情感等等原因的综合考量，而且始终在中国的底线之内进行谈判。可印度却是实实在在的图谋着我们的藏南，企图侵占我国的领土，这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虽然我们总说不能带着后世的偏见去审视前人在历史局限性下犯的错误，但说句实话，历史上的那些刺土行为实在不能苟同。换而言之，在领土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以历史为鉴，祖国神圣的领土是不能随便恩赐给人家的。以辽朝为例，虽然我们从辽朝的立场上看，刺土朝鲜是为了更好的集中精力对付大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给后世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在唐玄宗之后，中朝边界很长时间里一直维持着在西起经大同江，东至龙兴江一线。然而唐末的动荡却让王室高丽野心膨胀，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脱江。直到辽圣宗统和10年，忍无可忍的辽朝才发兵80万击溃高丽。但战争是胜利了，可在随后的议和中，由于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在高丽使者徐熙的诡言巧辩之下，辽朝统治者错误地接受了对方偷换作为高句丽简称的高丽和王室高丽的概念，并在这一个错误的大前提下进行推理，
提出辽朝的东京所处的地方应是高丽的就近，进而退兵。这让朝鲜在战败的情况下取得了在鸭绿江下游南岸女真聚居地的筑城开发权，一获千年。进而辽朝统治者对朝鲜的大度真的换来了后者的善罢甘休吗？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种绥靖的态度不仅没有换来对方的长期感谢，恰恰相反，他们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领土要求几乎没有停止过。因此我们才要强调，领土主权是底线，绝不能退让。这不仅不会解决争端，反而还会滋养敌人的野心，进而引发更多更严重的矛盾。如今的中国早已国富民强，我们自然有信心和能力守护我们的领土。那些尚未回归的，也必然有一天会重回祖国。至于当初与朝鲜妥善解决绸缎岛和新岛问题的方式，时代也早已证明了我们的高明。